Premiere Pro 是很多 YouTuber 都在使用的剪辑软体，大家使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齐全，但是有很多人在第一次打开 Premiere Pro 的时候就被它复杂的界面所劝退了，我也是一样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想让你在20分钟之内学会用 Premiere Pro 剪辑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来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跟品牌打造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在正式开始教程之前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我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。我知道制作一部 YouTube 影片需要花费你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想让你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做到非常的高效。所以我准备了这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里面会把剪辑一部 YouTube 影片所需要的所有步骤都列出来，告诉你怎么做，一定会大大提高你的效率。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去免费下载一下。首先你需要下载 Premiere Pro， 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到底下评论区。Adobe 的所有软体都能够提供7天的免费使用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如果你有经常使用 Adobe 其他软体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套餐。使用这个套餐，你就可以使用 Adobe 其他所有的软体，像是 Photoshop、Illustrator、InDesign 等等。在你打开 Premiere Pro 的时候，就会显示这个窗口，这里就会显示你最近编辑的文件。在左上角可以新建项目或者打开项目，我们可以选择新建项目。这里你就可以改变这个项目的名称，然后你可以更改你想要储存的位置。这里的渲染程序我们就使用 Premiere Pro 推荐的渲染程序，其他我们都不做修改。选择确定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 Premiere Pro 的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非常复杂，有非常多的选项，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。首先在最上面的就是菜单栏，然后这里就是不同的窗口模式。例如我现在使用的是编辑窗口模式，在你调节颜色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颜色窗口模式；调节音频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音频窗口模式。这里左边就是素材预览的窗口，这里右边就是项目显示区，这里显示的就是你正在剪辑的画面。在左下角就是项目栏，你可以导入你的素材。这一排就是工具栏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。在右边就是时间轴，是你主要的剪辑区，让你剪辑你的影片。现在我来展示给大家 Premiere Pro 的基本操作。首先我们需要导入素材，导入素材的方法有非常多。首先我们选择文件，在这里选择导入，在这里可以导入你的素材。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在这里建立新的文件夹，这里可以选择新建素材箱，然后你可以为这个素材箱命名。为了更方便的整理好你的文件，建议给大家，你需要为不同的文件类别进行分类，例如你可以分为 A-roll、B-roll、图片还有音乐等等。我们可以点击进入一个文件夹，然后双击这个空白区域，你就可以导入这个素材。现在我们就导入了这个素材，你可以点击这个标志回到上一层。现在我们就回到了文件夹这一层。还有另外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直接拖拽。例如这里我有图片和音乐这两个文件夹，我可以直接拖拽到我的项目区。现在这两个文件夹就出现在我的项目区里了。同时你也可以改变它的视图，你可以变成列表视图，也可以再变成图标视图。我个人更喜欢图标视图，这样我能够看得更清晰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新建一个时间轴。新建时间轴的方法也有很多。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选择文件，这里有个新建，这里有个序列。在这里就会有个新建序列的选项，这里有很多提前设置好的预设，或者你可以自己设置。例如我通常使用的时机是 23.976 帧每秒，帧的大小是1920×1080，这里可以改变序列名称。所有都设置好之后选择确定，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间轴。第二个方法就是点击这里新建，这里有个新建序列，在这里也会同样的出现刚才窗口，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的设置，自定义的设置。第三种方法也是最快的方法，你可以拖拽你的素材影片到你的时间轴里，这样 Premiere Pro 就自动的根据这个素材建立了一个新的时间轴。现在我来具体介绍一下时间轴。首先在最上面是时间，这里有条线分割开了影片栏和音频栏，从这条线往上全部都是影片栏，从这条线往下全部都是音频栏。你拖动这里可以对这时间轴进行放大和缩小，同时你也可以拉动这里扩大这一块的区域，同样的音频栏也可以这样做，这样就可以让你更清晰的看到这些波纹。这里我来介绍一下你如何初剪的影片。刚才在介绍界面的时候忘记提到，你可以调整任何窗口大小，例如说你想要扩大剪辑区的面积，你可以直接往上拖，这样你就能够扩大剪辑区的面积，缩小项目显示区的面积。
你可以自由拖动不同窗口的大小，我也可以拖动项目区的大小，调整它的不同位置。项目就可以开始初剪，初剪就需要用到剪切工具，你可以点击这个剃刀工具，它的快捷键是 C。例如我在这一部分都没有说话，我需要把它剪切掉，我可以点击这里，就把这个素材影片分成2段，然后你可以再选择工具，点击这个部分，按住键盘上 Delete 选择删除，像我就把它删除掉了。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个空白部分，我们需要把它去掉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空白部分，同样的选择键盘上的 Delete 选择删除，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白区域就被删除了。同样的，我想把这一块区域删掉，我们同样选择剃刀工具，快捷键 C， 再选择这一部分，转换成选择工具，快捷键是 V， 选择这个部分，按住键盘上 Delete 选择删除，像我们就删除掉了这个部分，选择这个空白区域，选择删除，现在这2段就连在一起了。如果你想播放，你可以点击这里播放，或者是按住键盘上的空格键。这里大家还需要记住几个快捷键，例如你做错了一步，你想返回上一步，苹果的用户可以按住 Command Z，Windows 的用户可以按住 Ctrl Z， 就可以回到上一步了。例如我按住 Command Z，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又回到上一步，这2个部分又分开了。还有一个快捷键就是 Command S 或者是 Ctrl S， 这快捷键就是保存。虽然 Premiere Pro 会有自动保存的功能，但是有时候你需要手动的保存，才能够防止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。像我可以加入一些 B-roll， 例如我准备了这个 B-roll 素材，如果我想使用整段素材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拖入到我剪辑区里，但是我现在不想使用它的整段素材，我想只使用它的其中一部分，所以我就可以双击这个素材，这样我就能够预览这个素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标，如果想从这里开始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一个录点，你可以标记一个录点，再找一个位置选择一个出点，在这里可以标记一个出点。录点的快捷键是 I， 出点的快捷键是 O。 现在我就只选了这一段部分，我可以把它拖拽到我剪辑区里，现在它就来到我剪辑区里了。同时你也有选项，你可以仅仅拖动它的视频，或者是仅仅拖动它的音频。在这里有个效果空间，你可以调整这段影片的参数，例如你可以缩放，你可以对它进行旋转，或者是调整它的不透明度，也可以调整它的混合模式。这里有非常多的混合模式。同时我们可以加入图片，例如我要使用这张图片，我可以直接拖到剪辑区里。比如说我不想让这张图片出现的时间太长，我可以选择调整它的时间，我可以选择它的末尾，调整它出现的时间。现在它出现的时间就缩短了。反之，如果你想要让它出现的时间更长一点，你可以把它往后拖，现在它出现的时间就更长了，一直会出现到这个时间点。影片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可以调整出现的时间。像我来教大家如何调整画面的速度。首先你要选择你想要调整速度的素材，例如我想调整这段素材的速度，我们可以右击，在这里有个速度持续时间，在这里可以调整它速度。例如当我输入200的时候，它就能够加快。我们可以来看效果。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影片就加速了。同样的，当我想要减速的时候，我可以输入一个20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被降速了。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添加关键帧。添加关键帧的作用就是给画面添加一个动感。例如我选了这张图片，例如这张图片现在是这个大小，我添加一个关键帧，因为我想让它慢慢变大，所以我就要提高它的数值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。像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在添加关键帧之后，这个图片就动了起来，慢慢变大。像我来介绍给大家如何在 Premiere Pro 里面为影片加入一些效果。首先很常用到的效果就是为影片加入一些转场。我们可以来到项目区，这里有个效果，这里就会有出现非常多的效果供你选择。我们选择这个视频过渡，我们最常使用的转场就是溶解，这里有个交叉溶解，我想为这2段影片里面加入一个转场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这中间，现在它们就会加入一个转场。我可以调节这转场的时间，我可以把它拉长，也可以把它缩短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。像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溶解的转场，如果你知道名字，这里有个搜索栏可以让你快速的搜索，这里我就搜索了模糊，就直接让我找到模糊效果。例如我可以选择高斯模糊，
把它拖入到这个素材上，在这里就可以调整它模糊度，我选择60，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段影片就被模糊化了。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如何加入文字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文字工具，它的快捷键是 T， 选了之后你可以点击这个画面，输入你想要的文字，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些调整，例如调整它的字形，调整它的大小，调整它的字间距，你也可以调整它的位置。在这里有个外观，你可以加入一些描边，你也可以加入一个背景，这样你就加入一段文字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音乐，我准备好了一段音乐，我可以直接拖入到剪辑区里。我发现我的音乐文件太长了，我可以剪除不需要的部分，选择剪切工具，剪除掉这个部分。通常我们都需要调整音乐的音量大小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音乐文件，这里有一个效果控件，这里就可以调整它的音量，你可以调整它的音量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在这个音频文件上面调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条线，当你往下拉的时候，就是把音量调低，往上拉的时候就是调高它的音量。当你想让音量缓慢增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住 Command， 这里我们就建立一个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拉，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音量是从低往高走。如果你想要让音量从高往低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按住 Command， 再建立一个点，把这个点往上拉，这个时候它的音量就会从高往低走。像我们需要进行调色，我们可以选择颜色编辑区，在这里就会有很多选项让你进行颜色的调整。如果你是初级入门，你只需要选择基本校正，在这里你可以调节它的色温，可以调节它的色彩，调节它的色调，例如曝光度，调节它的对比度，还有它的高光、阴影，调节它的白色和黑色。基本上调节完这些就可以了。同时 Premiere Pro 也有很多的预设，我们可以选择创意，在这里有个 Look， 这里就会有很多的预设。同时如果你自己有下载预设，你可以选择这里加载，这里就会有不同的预设，会给你不一样的效果。这里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想要调整整部影片的颜色，你需要选择这里新建，选择新建一个调整图层。例如我给这个调整图层加入一个预设，现在我整部影片都是这个预设了。你可以点击这个眼睛的标志，隐藏这个轨道，显示这个轨道，来查看整个的区别。当你剪完这部影片之后，你就需要导出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文件，这里有个导出，导出媒体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一定要导出整部影片。你要调整这个位置，把它调整到0。通常 YouTube 影片的格式为 H.264， 匹配率为高比特率。这里可以调整输出名称，同时导出视频还有音频。在所有都调整好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这个导出，就能够开始导出你的文件。Premiere Pro 是一款强大的剪辑软体，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带大家入门。我以后也会做出更多关于 Premiere Pro 的教程，大家有什么想学习的，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对影片剪辑感兴趣，相信你一定感兴趣这些影片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